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民说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拜登终于顶不住了，给中国打电话求和。中国表示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前几天呢，当美国军舰擅闯我美济礁领海的时候，我就断言，别看美国现在还气势汹汹跑到中国门口耀武扬威，但其实已经深陷内忧外患之中。老拜登已经焦头烂额，马上就要顶不住了。果然，美国总统拜登就给中国领导人打来的电话，注意，是拜登主动提出给我们领导人打电话呀。电话里面主要说了什么？从中方公布的新闻通稿看，双方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、深入、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。但就我看来，拜登来电的核心意头就一个，向中国求和。我们大家可以听一听啊，拜登在电话里面是怎么说的。拜登表示，中美两国没有理由由于竞争而陷入冲突，美方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，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交流和建设性对话，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，避免误解、误判和意外冲突，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。美方期待同中方就气候变化等重要的问题加强沟通合作，形成更多的共识。什么意思啊？首先，拜登再一次向中方做出保证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不支持台独。拜登毕竟是政坛老油条了，知道中美关系最敏感的地方在哪里。你要向中方有所求，没有这句话垫底，其他什么都别谈了。其次，拜登首次明确表明了美国要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，并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意愿。我认为啊，这是拜登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，表明拜登上台以后，在对华政策上经过9个月的激烈的斗争和挣扎，终于放下架子，认清了现实，向中国发出了求和的信号。我们知道，拜登刚上台的时候，在对华战略上的定调是合作、竞争、对抗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解释说，与中国的关系在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，在某些地方要展开竞争，但是该对抗的时候要勇于对抗。同时，布林肯认为中美之间对抗的方面越来越多，显然美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定调是更加的偏向于竞争和对抗。在这个基调下，拜登政府不但没有主动采取行动改善被特朗普彻底破坏的中美关系，反而在许多地方变本加厉，或者只是更换了战略战术。比如拉了盟友一起对付中国，美欧联动借新疆问题制裁中国，动用情报机构调查疫情实验室泄露说，在经贸问题上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措施，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挑衅一中红线，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，制造紧张局势。9个月过去了，拜登的这些对抗措施毫无成效。美国的确煽动起了一些盟友在新疆问题上向中国发难，但是这些大多数都是停留在口头上，最多是通过一些空头的决议，对中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而动用情报机构调查疫情起源也毫无结果。在经贸问题上，由于中国经济恢复得好，美国反而要向中国进口更多的货物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反而进一步的扩大了。而每一次打台湾牌都遭到了大陆方面更加严厉的回应。可以说，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完全失败的，而美国自己反而乱了阵脚。拜登上台前曾说过，他的施政重点控制疫情、恢复经济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对抗中国。但是现在，美国疫情又出现了反弹，每天新增10几万， ICU 病房又爆满，疫情控制不力又影响了经济的复苏。8月，美国非农就业人数新增只及预期的1/3还不到，而通胀则达到了 5% 的高点。更可怕的是，美国的国债已经达到了 28.5万亿美元的上限，并且在7月底就迎来了最后债务的限期。虽然美财政部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，但是这些非常规措施将在下个月耗尽，这个时候美债就面临着暴雷。而在国际上，拜登政府在阿富汗撤军问题没有处理好，导致国际信誉降到了低谷。这些内忧外患呢，压得拜登是喘不过气来，哪里还有底气和中国对抗呢？
其实啊，现在拜登心里还指望中国再伸手拉他一把，助其渡过难关呢。你看，拜登在电话里说，美方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坦诚的交流和建设性的对话，确定双方可以开展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领域，避免误解误判和意外的冲突，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。你看看，现在不说竞争了，更不提对抗了，现在是着急着啊，要在重点或优先领域展开合作了，这不就是向中国求和吗？那么中国该接受拜登的求和吗？其实啊，7月底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到访天津的时候，中方就跟美方摊了牌，那就是中方向美方提出的2份清单，3条底线，你美方你还是要照做，中美关系才能回到正轨，要是做不到的你免谈。对拜登的求和啊，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，现在该着急的是美国，而不是我们中国。好，这句话里就说到这里。